美国的黑手若隐若现，欧盟内部的这场争吵正在推动更大的危机。大家好，我是薛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欧盟内部为了俄罗斯陷入巨大的分歧，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可谓是西方阵营里打压俄罗斯的中流砥柱。7轮制裁法案的效果不仅让欧盟与俄罗斯实现了硬脱钩，而且也让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即便是现在欧盟都不得不为这些制裁来买单，各国经济受到巨大的能源和粮食的通胀压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对俄罗斯毫不留情的欧盟，如今却因为俄罗斯内部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吵。根据欧洲媒体近日的报道，欧盟内部目前关于是否给俄罗斯人发放签证问题上陷入了内部的分歧。拒绝发签证的国家主要有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芬兰、波兰、捷克等国家。目前爱沙尼亚和立陶宛都已经在落实。那么支持发签证的国家呢，有德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希腊，而且呢，德国总理舒尔茨、欧盟高级官员博雷利都公开表示，不应该停止向俄罗斯人发放签证。一向对俄强势的欧盟，连能源问题都能够解决分歧，为什么一个简单的签证问题上却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呢？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拒绝发放签证的国家大多都是东欧地区的国家。如此鲜明的界限背后隐含着历史的问题。在过去东欧国家长期处于沙俄或者苏联的统治之下，如今摆脱了束缚，并且投靠了西方国家。为了强化这种正确性，很多历史矛盾在不断的渲染下俨然成为了血海深仇。所以不少东欧国家对俄罗斯10000个不满意。这个道理放在东亚地区同样也有相似之处。而支持发放签证的国家则都是西欧地区的国家。一方面呢，德国、法国作为欧盟中的中流砥柱，支持发放签证的目的也非常的简单。签证问题对俄罗斯而言根本无关疼痒，反而会让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的恶化，让俄罗斯有了彻底和欧盟断交的理由。简而言之呢，在法国和德国看来，打压俄罗斯是为了实现欧盟的战略，而不是报私仇。而另一方面呢，葡萄牙和希腊受益于俄罗斯游客的青睐，属于既得利益一方，自然更不愿意放弃了。欧盟内部的这场争吵其实暴露的问题很多，一个是迅速扩张带来的后遗症。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欧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断的向东扩张，并且带来欧洲的经济空前的繁荣。但是东欧国家获得了经济利益之后，在政治利益上的诉求也在迅速增长。波兰已经公开表示对德法大国领导的不满，其背后的实质就是新老势力在欧洲内部的权力争夺。第二个呢，是美国黑手若隐若现，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波兰、立陶宛等东欧国家对于美国的外交态度甚至比欧盟内部还要亲密。具体来看的话，立陶宛紧随美国的步伐，干涉中国台海问题；波兰公开邀请美军驻扎，丝毫不顾欧盟的感受。这些实际的例子都已足以证明，美国正在借欧盟内部的政治斗争，推动欧盟内部的政治撕裂。这或许就是这次签证问题爆发的一个根源。第三个呢，就是展望这次事件的未来发展。如果继续给俄罗斯发放签证，那么说明德法为首的西欧国家赢得胜利。反之亦然，而回归到欧盟内部新老势力权力争夺和美国的推波助澜问题上，如果这个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那么欧盟未来很可能面临比英国脱欧还要更大的危机。
德法辛辛苦苦筹划数十年的大计，到头来只是黄粱一梦。今天这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